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 Tyson 哥。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准备做一期关于严井的测评，那选的是它的春夏秋冬4瓶酒，4个命名，4个季节，然后用的是不同的桶。用的不是不同的桶，这个春夏秋冬按说其实是我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4个版本，也就是说这4瓶酒我大概集了1年的时间。太不容易了，用了1年的时间把它给收集收起来。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从第1瓶开始尝吧，第1杯开始尝。其实严井我们其实可以说是第一次喝。严井，我以前是完全没有喝过。我们是之前是那个居悦，对 Mars 的它的一些居悦啊，然后我们是喝的比较多的。严井这个品牌也是我们之前提的那个 Mars 的这个算是它下面的一个蒸馏厂。对，它的总酿酒师，然后那个严井洗衣郎以它为命名的，算是致敬它的一个酒款。这个酒闻起来有那个橘子，还有苹果的清香。就那橘子皮，然后其实是很偏苏格兰的那种。真的就是有点在闻 Johnny Walker 的感觉，这个酒是不是？而且能闻到酒水已经很浓郁，而且酒精感也能感觉到。然后甜甜的，一点点奶油蛋糕的那种甜香。它整个口感有点像，其实有点接近那个就白兰地的那种口感，那种就浓厚的口感，浓厚就带有一点的类似于偏好像糖浆的那种感觉。很浓郁，而且我觉得在舌头上化开的时候有一种清凉清凉的味道，就像在吃了一口特别重的薄荷糖的感觉。但是我还真喝不出来它这一个是它的什么桶。我觉得我们今天桶味上面没有特别的明显，就是不知道今天这个春夏秋冬到底要怎么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过桶了，这个过桶那桶给它的那个味道有多重，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第一次喝这个。好，我们试一下第2款吧。哎呦，这个酒有那个雪梨桶的味道。其实我感觉是有一点加了一点点塑料。有。对啊，那塑料的味道。其实这款酒好像比刚才那款酒闻起来要甜一些。我倒觉得这个甜一点。我觉得那个是齁甜，这个是苹果，就是果香很浓郁，就是你好像你在闻一堆水果放在那边的那种感觉。什么香蕉干呀、梨子呀，甚至荔枝的味道。这款入口，它的整个的它的水果的那个香味它的香味会更明显一点点，就那水果的香味会更明显一些，然后我觉得会更清香一些，偏清香，比起这一款来说，它会更清香一些，然后喝起来会舒服。我觉得它喝起来它的口感是有点像那个。这酒不刺舌，而且很像居悦，有点像居悦的感觉，而且它从入口到后面完全没有让人家觉得有此起彼伏，它是那种很轻柔的层次感，一点一点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很清新。这个味道喝起来很不错，很舒服。这款酒喝起来，这款酒是我每天会想要喝的。有烟熏味，有一点点烟熏的味道。怎么会有烟熏？怎么会在严井里面找到烟熏味？严井肯定会有烟熏味。你是说它像竹鹤吗？对，因为它的整个其实是有点偏竹鹤的风格。这个里面也有你说的那种塑料的味道。有，其实它的味道我觉得很甜。就严井从现在喝到第3杯，就是感觉它的那种水果糖的那种甜美很明显。这个是真的甜，是吧？入口之后，你看你能不能吃到那个味道？这就是一个小甜酒，有没有？女孩子绝对喜欢。超级甜，就是除了甜没有别的。女孩子会喜欢。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我不属于你孩子的范围之内。因为它的就能喝出来，大概我觉得它应该就是那个梅子桶。梅子桶。夏天。很清新，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喝的一款酒。
然后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带有那个酸梅的味道。等一下我猜错了怎么办？没办法。你是说完了，我倒是觉得哦，它的酸味比前面那2款比较。对，在甜味跟酸味，然后生津，就是在流口水，我现在都。在尾部的时候，其实那个酸梅的那个味道会上来。有那个酸梅的味道。有点意思，就是这3款酒各有各的特色。来，我们尝一下第4款。第4款我闻出来了口香糖的味道，而且是绿箭口香糖的味道。我闻到了那个饼干，有点饼干的味道。这个的水果味和花香都不是很明显，这闻起来有点酸梅的味道，酒精感蛮冲的这款酒。整个很清淡、轻柔，属于轻柔淡雅型的，然后味道没有特别的那种明显，就但是它一点点，它的平衡感做得比较好，感觉。我一直在想我喝到的那个味道，其实我第2口进嘴里，我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前面也有这种味道，就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对，都会有一点。这4款酒全部有香料的味道，但是第2款和第4款的那个香料，就是有点喝白兰地的那种香料的味道。我觉得第1款会更有像喝白兰地的感觉。是吗？因为它的酒体会更厚重一点点。好，那春天用的是什么桶？樱花。樱花，好。啊，夏天用的是梅子。夏天用的梅子。对，秋天用的是那个红酒。红酒。对，然后冬天用的是那个栗子。我的天，今天这4瓶有意思了，真的是什么味道都有呀。好吧。它是4种桶过桶的。好吧，那请导演给我们执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好了，我们一起揭晓我们的答案。第一个你选的什么？我们不是写的一样吗？我们选的一样，所以我们商量了半天。那麻烦导演给我们揭晓答案吧。好了，我们又一次翻车。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跟我们说，你们只猜对了一个，唯一猜对的一个就是他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个，就是第3瓶。的夏天，它用的是梅子桶，所以我们喝到了扑鼻的那种酸梅的味道。然后这4瓶酒的价钱呢，都是在100以下，对吧？对，大概80-90美金。80-90美金，就每一瓶都是个80-90美金。其实这么说下来，这4款酒性价比非常好。那我们刚才喝的第1杯是樱花桶。然后第2杯喝第2瓶酒呢是红酒桶，也就是这个秋天用的是红酒桶，春天用的是樱花桶，然后第3个呢是夏天，它是梅子，对吧？对，然后冬天呢是栗子，它上面写的这上面有标，它 finished in chestnut cask。具体什么是 chestnut cask？ 是这个栗子树做成的桶。其实严谨呢，他们一直其实它的桶艺上面来说，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桶的那个资源，因为它的那个本坊酒造本身以前也是做葡萄酒，它存有大批量的就各种桶，就包括你说的我们所说的什么那个雪莉桶啊、波本桶啊，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乱七八糟，对，什么桶，它其实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它会，其实我们现在包括它的平常的那个常规款，其实也是会用不同的桶去做的，它算是也是在日本来说，它算是王桶王的比较多的。这个是挺厉害的，我没想到，就是以前咱们只喝过 Mars 下面的居月，今天尝了一下岩井，确实，我今天而且这个酒其实之前有在 Costco 卖过，岩井可能现在在 Costco 还有卖，但是它是个常规款。好像没怎么有卖过，我在 Costco 看。它有卖那个月白，是有卖的。月白。因为酒瓶看起来是一样的，红色的。但我记得我看到的就是岩井，然后我当时还说，这个酒才卖40-50块钱，这个酒肯定不好喝。但是当时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岩井很好喝呀，而且很浓郁啊。今天尝到这个岩井，它浓郁而且又不失风味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可以自己在家喝，当个口粮酒。这4款酒其实而且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只是说
就是你先去想着它是什么桶的话，可能会有点喝错。反正就真的是完全没喝过这个樱花桶。樱花桶给人的感觉，它整个的那个浓郁度其实真的很像那个白兰地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像偏白兰地的话，那应该是红酒桶才能做到那个感觉。所以完全颠覆。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做了一期松井的视频，大家可以看那个链接。我上次真的是使了全身力气去夸了一下松井的樱花桶，但是你们可以尝一下岩井的樱花桶，给你带来的感觉真是一天一地。我都不知道松井它是如何做出来的，然后还敢卖$100。我们之前有试过那个 Mars 它下面的居月，其实我们都很推荐居月。是，其实它跟岩井也算是一脉相承的吧，只是走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都做得非常厉害，都很好，所以我觉得会让我去推荐它，或者是推荐那个山崎来说的话，我会把我的一票投给那个 Mars 跟那个岩井这一边，我会觉得他做的比山崎可能还要更好一些。他可能市场做的没有山崎好，市场的那个山崎的营销实在是太厉害了。好了。还是那句话，尝更多的酒，品味更多的人生，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上原来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味道。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然后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